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大主題：伊朗的飛彈現在長眼睛了嗎？因為有了北斗的導航，再加上俄國的情報，精準的可以獵殺多名的美國的指揮官。現在美國碰到的問題還包括了他的薩德跟愛國者都見底了，中東基地可以說整個被打穿。今天就這些議題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是一周新的開始，提醒大家，我們的環球大戰線已經成立了會員頻道，趕快按下加入，成為我們的戰友吧。節目開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呢留言可以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的做回復。好，周一請大家打起精神來哦，繼續的加入我們的節目。好，今天3個大主題有關於美伊戰事，也等一下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析。首先，我們來關心哦，川普說要狂打伊朗，但為什麼此刻又突然間喊停了呢？美軍是為了說要保護這些波灣盟友才踩下剎車，還是發現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要打的話，代價實在太大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有中俄提供伊朗在技術跟情報上面的支持呢？第二件事情，現在伊朗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特別做的一個獨家報道，說他正在密謀4路要對美國來做進攻，甚至呢，現在已經確定的是鎖定了美軍的後方指揮系統，已經造成了最新傷亡數字來看到哦，美軍傷亡18死624傷。重點來了，這個數字還不是伊朗給的，是美軍的五角大廈給出來的傷亡數字，而且被打的很多都是軍官跟指揮人員比例偏高，就是這些比較高層的人，代表美軍的優勢正在被瓦解嗎？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們武器面了，不管是愛國者的庫存暴減60%，或者是薩德現在也都快被消耗完畢了，這個美國的彈藥是否亮起紅燈？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來深度剖析。還記得嗎，觀眾朋友？前幾天川普才放話說，美軍已經上膛，準備要對伊朗發動下一波第2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攻擊。沒有想到，才過短短的1天，突然間宣布暫停了。川普總要給個理由吧，於是他就說呢，主要是因為很多的國家希望我們不要打伊朗了，這當中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因為呢，這些國家說，一旦戰火全面升級的話，後果是導致整個波灣地區會一起陪葬的。要知道，川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跟伊朗有關係呢？因為伊朗在前幾天曾經說過，只要美國或以色列真的敢攻擊任何伊朗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攻擊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的油田，還有卡達跟以色列的天然氣設施，都可能列入報復名單當中。所以川普只好喊停了嗎？好，這件事情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真的會因為波灣的盟友說幫我們吧，先不要打伊朗而暫停這一場戰爭嗎？還是美國自己內部的軍事體系出了問題呢？因為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有關於美軍的傷亡數字。好，現在看到是五角大廈最新公布的18人死亡，624個人受傷，是不是因為這數字其實已經太慘烈了？所以呢，我們看到新一輪的傷亡，接下來美軍說呢，都會歸入在海外行動的特別的類別當中，不會再列入這一場戰事美伊戰事的戰爭當中了。現在被痛批說，是不是你要淡化目前美軍的死傷人數呢？好，更難堪的事情是，伊朗打的還不是最前線的這一些前線士兵。來自《華爾街郵報》特別做的報道說，光是今年3月份，美軍科威特基地遇襲，不但造成了美軍死亡達到了數十人受傷，但是重點來了，都是這些美軍的高階的指揮官受傷，在襲擊當中甚至還遭到腦震盪等等的傷害。而我們進一步來挖深做分析，美軍這一批傷亡名單當中，確實都是以軍官、士兵、技術人員、後勤人員的這些比例偏高。什麼意思？伊朗打的不是前線的士兵，而是在背後指揮、維修，還有跟通訊有關、後勤作業有關的最重要的骨幹。另外呢，我們看到為什麼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的精準率在大幅的提升，現在也在說有沒有中俄在這背後做支援呢？所以外界質疑中國提供的是北斗衛星，俄羅斯提供的是目標定位的資訊，
真的是這樣子嗎？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先來看川普為什麼突然間他口了，是他發現這個死傷真的太高了，沒有辦法再打下去嗎？那麼伊朗能夠打進美軍的後方，精準的獵殺，不管是他們後面最重要的指揮官、情報設施，這當中是伊朗自己的自己靠自己的技術，還是有中俄的技術在這背後做支援？委員怎麼看？对，我想以伊朗跟中俄之間的關係那麼我相信中俄對於伊朗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那麼只是中俄在操作這個相關支援的這個管道跟方式都相對很低調，所以也很難讓美國抓到把柄那麼先前美國曾經透過媒體放了一個訊息，說中國大陸這個秘密援助了這個伊朗400枚飛彈那麼所以呢才會導致到現在的伊朗的這個戰力大幅提升。可是很快的北京政府就否認了那麼你說這個伊朗的飛彈打得越來越準是因為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這個相關的衛星或情報的協助嗎？我相信當然有其可能不過這中間還有其他的原因就第一個原因就是現在伊朗才把它真正的壓箱寶拿出來。所以先前比較不準的，那是為了要消耗這個美軍的這個所謂的防空飛彈系統那現在他拿出來的是這個相對高階的這個導彈那麼當然這些飛彈的準度就會提升。那麼第二個就是說，美軍在這個整個中東地區的雷達防禦系統、這個防空系統都已經被消耗跟摧毀了，所以呢，他要打到就不是這麼難的事情了對伊朗來說呢，當然命中率就大幅提高，這個傷亡的這個情況也會嚴重。然後呢，你說第三個，就事實上有很多的衛星是商用衛星，它其實不是軍事衛星的，所以你說伊朗在國際上有中國大陸的這個商業衛星，它要去出租，它只要付得起錢，這樣的商業衛星是一樣可以提供服務的那麼，但是我回過頭來講，其實川普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強調的是，各位知道現在是美國要打伊朗，所以這又是主場跟客場的問題了。就美國現在是客場，他要千里迢迢的把他的部隊投射到這個戰場來。過去美軍是靠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基地來做兵力投射，但是大家看一下這個美軍在波斯灣的主要的幾個基地巴林它有第5艦隊的總部，它有一個空軍基地；科威特它有陸軍最大的這個後勤補給的中心叫多哈營地，它也有一個美軍的空軍基地；卡達它有烏代德空軍基地。這個阿聯酋它也有一個空軍基地，沙特它有2個空軍基地，但是各位看一下，在過去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這些的空軍基地無差別的都被這個伊朗清洗了好幾遍了，包含像沙特，它已經直接宣布禁止美軍用它的空軍基地對這個伊朗發動攻擊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基地，不管是海軍的、陸軍的、空軍的，都已經被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那大家就退回來想說，那美軍的兵力投射該怎麼辦呢？如果你第5艦隊的這個總部已經被摧毀掉了，第5艦隊根本沒有辦法運補，那你第5艦隊的補給該怎麼辦？現在只有2個選擇一個就是到阿曼的杜庫姆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到阿曼的杜庫姆港，阿曼自己也要掂量就是說他會不會因此而招致來自於伊朗的攻擊呢？所以我並不認為阿曼的杜庫姆港是美軍或者是阿曼最好的選擇。那最後他只能拉到哪裡？他只能拉到印度洋中部的這個迪亞哥加西亞島去了，那是一個非常遠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他可能不至於被伊朗的這個導彈或無人機攻擊。所以大家看到了嗎？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它兵力投射的困難它現在的這個原本的這個 F-35是在用約旦的空軍基地現在約旦的空軍基地也被摧毀殆盡了最近看到他乾脆只好用以色列的空軍基地來做他這個 F-35的投射這個起飛了。所以當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兵力投射已經捉襟見肘的時候，坦白講，你說在這個時間點他要怎麼樣才能夠繼續打下去？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那你說對中東的國家來講，他們當然不希望打下去伊朗現在還沒有打的是什麼？伊朗現在只是小試身手，打了一下這個 AI 的幾大巨頭在中東的運算中心可是各位知道 AWS、Amazon 在沙特、在阿聯酋、在巴林都有 ，Microsoft 在阿聯酋、卡達、沙特跟以色列都有 ，Google 在沙特、卡達、以色列，這個甲骨文在沙特跟阿聯酋，這些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各位知道一個運算中心的成本超過50億美金，
這個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下去的話，這對整個美國的 AI 產業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更不要講說波灣的國家正準備要靠這個 AI 來創造另外一波的經濟榮景。所以對這些波灣的國家來講，在此時此刻實在沒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美國混下去啊。對，所以我們看到伊朗最近的攻擊，它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晰的，鎖定大部分都是美軍的重要的基地，也就是會直接衝擊到美軍它的重要的補給、兵力的補給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也同樣這場戰爭已經延燒到了許多的波灣國家，都因此受到影響。那現在最新呢，還有來自於《紐約時報》最新報道說，其實伊朗現在正在秘密的布局下一盤的大棋，而且接下來會從4路來做進攻，採的就是多線計劃。這4路包括會有了他的代理人戰爭，像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青年運動跟伊拉克親伊朗的民兵，只要美軍擴大攻擊，這4路就會一起啟發。那伊朗的分析人士指出呢，他們正在下一盤宏大的西洋棋，等到對的時間點跟地點的時候，就會發揮最大的效益。另外，我們也來關心美軍的死傷人數，現在達到了五角大廈說的18死跟624人受傷，但是他們也說了，最新的這些傷亡會列入海外行動當中，被批是不是要淡化死傷人數？就這個問題，楊老師怎麼看？另外，是不是美軍輕忽了有關於他們的防空系統的能力？楊老師怎麼看？美國現在18個人死亡，620到640人受傷。不過這個裡面呢，軍官比例偏高。大概這裡面有400多位是陸軍，為什麼？因為在科威特，它是陸軍為主的就是基地，那而且剛才談到，它是指揮所，它是後勤，它甚至是一些防禦的中心啊，受到重創。而在這些地方，其實軍官的比例就比較高。陸軍大概在受傷的620位裡面有400名是陸軍，而這裡面呢有64位是軍官。所以這個比例就蠻高的。那這只是顯示說，他被攻打的這個基地事實上是以就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項目為主。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就是說，幾十年下來，美國跟伊朗的這個競爭對抗、打壓，然後呢，這過程當中，美國還陸續的攻占了阿富汗、伊拉克，然後呢，敘利亞，對這些地方用兵。那可是呢，他們沒有想到有一天真的會對伊朗用兵，而相關的準備幾乎是一夕之間就被翻盤。那我的感覺，他們還是比照像以前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一樣去打伊朗，也就是說，除了斬首之後，就全部的各式各樣的飛彈，然後呢，在海上發射，在飛機上發射，然後去轟炸，那把所有的這些指揮據點或者是橋樑或者是軍事據點給炸掉。伊朗應該軍事就會癱瘓，革命政權就會瓦解，結果剛好相反。為什麼？他們忽略了幾個這種不對稱作戰最重要的關鍵。其實連俄烏戰爭也是一樣。地理因素其實先決定了一切，因為伊朗是一個高原堡壘，而烏克蘭是連接各國，所以它的後勤不斷。而伊朗呢，它的高原堡壘把它的發展出來的飛彈跟無人機給提升了兩成3成以上的這種攻擊的效力，然後呢，相對的呢，它沒有任何有效的就是防禦，他以為愛國者加薩德，那你是在跟誰作戰？你跟俄羅斯嗎？事實上，這種低速的無人機造成整個剛才我們談到大多數的傷亡都在這邊。不過這邊補充一點。伊朗也死了大概3500人，美軍的估計，伊朗死亡來到6000人，伊朗受傷是來到大概35000到4萬人哈，所以這個說美軍這邊傷亡慘重，其實是美國自己本身的一個新聞的報道。是，因此我覺得其實美國現在這一場這個對伊朗的戰爭呢，就告訴我們一個現在新型的戰爭呢，這種不對稱的優勢其實是這一個很大的關鍵。那剛才提到。那伊朗的反擊當中，對於軍事基地，那接下來呢，對於能源設施，然後剛才委員所提到的，對於 AI 的這些資料中心，還有第4個，這個第4個是讓川普真的不敢打下去了。他列了一個名單，所有川普家族在這個區域的投資的財產，包含川普大樓，因為有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借來這個掛名的，但是呢，這當然會跟他有關係，總共加起來170億美元，
所以然後他的家族又投資了很多，他的這個女婿的基金也投資了很多，都在這個區域。伊朗把他名單列出來，你再打我就打這些設施。川普馬上說我們不打了，我們8月3號要談判。好，這個是有關於美軍目前的最新狀況，並且還有看到他的死傷人數等等。那其實呢，美軍它另外一個狀況，現在還有包括它的這個武器庫存，現在已經越來越不足了，尤其是在防空武器，它的彈藥正在快速的消耗當中。剛剛看到的是五角大廈公布的死傷人數，那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他們的飛彈，還有的攔截飛彈的數量了。先來看愛國者，先前是2300多枚，那一度是下降到1000枚，這是在4月份的時候。那現在最新數據預估可能只剩下759枚，最低啦，最低點的話，這樣的數字代表是這個一減少了大概60%左右。愛國者防空飛彈同樣現在只剩下250枚左右。那大家就說了，那趕快速的生產吧，然後下單吧。但是這個時間真的出來大概要2到4年的時間，接下來怎麼辦？如果真的開戰，傷亡還會再持續的增加嗎？呂艦長怎麼看？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啊，就是現在伊朗所採取的措施就是打你川普的資產，這個就印證了聖經裡面講的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所以他現在就不太敢對伊朗動手了。那這個就是他資產的部分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無論是阿聯酋，那他有這個大樓以及高爾夫球場，在阿曼，那他也有這個相關的度假村，那在沙烏地也有，那在這個我們講到說卡達的部分，通通不一而足啊。那對不起，那個川普真的是怕自己借來的錢那出了問題啊。那我們以前聽到伊朗的飛彈都長成什麼樣子，聽到的都是泥石啊，聽到的都蓋德爾、伊馬德的這些，可是我們現在聽到的完全不是啊。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是舊的飛彈，新的飛彈是長成什麼樣的？新的飛彈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海巴爾謝坎，也有一種翻譯叫做破城者啊。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標準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進入到大氣层之後，它可以改变它的一個那個航向，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是一個很單純的這一個拋物線的一個行進。那另外呢，有關於迪亞哥加西亞島的部分，之前也實際上被這攻擊過。那這一個呢，當初當然是沒有攻擊到了，攻擊到美國一定下得更遠。那這一枚飛彈叫做什麼？這一枚飛彈，其實呢，它叫做這一個霍拉姆沙赫爾4型，都是我們以前很少聽到。他以前告訴我們只飛2000公里啊，可是從伊朗最南端飛到迪亞哥加西亞島就是3862公里，可見它隱匿了一半射程。那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射程表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呢，它原來讓我們知道的都是這個比較短程的，例如說黃色的、橘色的。那但是呢，實際上來講，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它的實際射程可能都是紅色的，甚至紫色的。那這也就是他之前提醒啊，保加利亞，就是你再讓那個飛機從你這個國土起飛來打我伊朗的話，你要想一想啊。那也就是說呢，它直接的威懾我們講到的這一些歐洲國家。那另外，飛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美國當初引以為傲的那個 PAC-3 MS-1的部分，它其實就像一個小型的薩德飛彈一樣。我們大家看它起飛那個發射的時候，它的側推它有系統的，那也就是我這裡畫紅線的地方。這個紅線我們看到它有非常多側推的部分，它側推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改變它的一個攻擊的一個位置。那這個原來都是要應對彈道飛彈的那個攔截的，但是這張圖我是引用標準3型啊，讓大家參考。那但是呢，現在他為什麼跑回去買標準2型？因為他發現他攻擊的都是見證者136這種無人機，根本不需要這麼好的啊，然後所以他回頭去買標準愛國者2型的防空飛彈。那它其實是這樣一個破片殺傷的一個過程啊。那剛剛其實主持人跟我們講了有關於數量的部分啊，這個數量的部分其實是真正最嚴重的部分，也就是我們之前看到的，在4月那個時候準備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其實對於愛國者來講，他從原來的2300枚
然後已經降低到1430枚左右，但是現在的數量更低啊。那這一個部分它還是從全世界通通徵調來，這個也就是海灣國家最怨懟的部分。為什麼？因為你們通通都去防約旦、防以色列，可是呢，海灣國家一顆飛彈都拿不回來。那這個部分呢，也就是影響了未來的地緣政治，也就是大家還會跟你美國站在一起嗎？对，好，謝謝呂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